我最近特别想吃牛板筋，但是在超市那一小包就卖20-30，完了没多少肉，所以我买了300斤生板筋。我打算在家做点实惠装的，这样以后每次吃着能过瘾一点。然后为了快点把这些玩意儿都炖熟，我们把家里所有高压锅都用上了。但是这么多锅一起用实在太热了，那屋里都烧到50度了，给我热的直中暑。真的，就后来煮完所有东西到能开门的那一刻呀，我都感觉我上天堂了。不过炖板筋的时候，我们其实没挨着什么累，但后来切板筋真是要了命了。因为牛板筋这东西要想切大片，就只能斜着切，那斜着切东西本来就使不上劲儿，完了这玩意儿丝溜滑的，那切不了几根手就开始抽抽了。然后我们就寻思不行就撕丝儿吧，没想到撕丝儿更痛苦，因为这玩意儿太硬了，我们很难给它开开缝，就只能靠2个手指头捏着给它撕开。后来都给我干崩溃了，以至于我们切完所有板筋之后，我脑里唯一的一个想法就是我又捡条命啊！还调了一个巨好吃的拌料，这料是我们尝了市面上 N 多种牛板筋之后才总结出来的配方。因为以我多年吃牛板筋的经验来说，吃板筋其实就是嚼料香，尤其是这回从头做了一次，我算彻底明白了，就牛板筋这个东西，它本身就没有什么肉香。这要说不考虑料光啧吧牛板筋的话，那跟嚼个老真皮嗑腰蛋没有任何区别。最后拌的时候，为了能吃得更香，我又放了好多料和芝麻。这板筋拌完之后都好吃麻了，它现在是香辣里边还带点甜味和蒜香味，而且越嚼越有滋味。尤其是这种大片的，这肉嘟嘟的吃的实在太过瘾了。而且我发现这玩意儿不光能当零食吃啊，要是再放点香菜和洋葱丝儿，它还能做成一盘直接上桌的凉菜。不过这玩意儿好吃是好吃，就是太塞牙了。我是发现了牛板筋这东西它特别认家，就是不管我是怎么吃进去的，它到最后一定能在我嘴里找到一处属于它自己的牙缝。我最近差点把我家房子给烧没了，我给你们学学是怎么回事啊。前2天我想在家做一个超大的冰糖葫芦树，然后就买了100多块挤塑板，就是保丽龙。但这玩意儿粘到一起之后就非常硬，我们很难用人工拉断它，所以做了一个可以通电的电阻丝。我们试图用电加热的方式来热熔它的横截面，但是这玩意儿差点闯了大祸呀。我给你们复原一下啊。就我们正在用这个电阻丝的时候，它突然间崩了几个火星崩到这保丽龙上了，然后我俩看着之后就想用手给它扑灭，但是也就3-4秒吧，发现根本就扑不灭，那火星就变成已经烧起来的大火了。然后我们第一时间想的是要通过隔绝氧气的方式来灭火，所以就找2个军大衣给它扑到这个火焰上，但因为这保丽龙横截面太宽了，根本压不住，很快这个火焰就已经烧到天花板那么高了。后来好在是家里有几个这个灭火器，整整是喷没了2罐灭火器的干粉，才把这个火情彻底控制住。这个事情想想真的太可怕了，朋友们。因为保丽龙这个东西烧起来实在太快了，就一块这么大的保丽龙遇上明火之后就能烧这么高。我们那个树里大概得用到2400块这么大的保丽龙，而且好在是我们做之前预估到了可能有这样的意外发生，所以提前做了一些准备，再加上家里有常备灭火器的这个习惯，才没酿成什么大祸。就我现在再想想，如果当时灭火的过程里延误了哪怕10秒钟，它极有可能导致这个保丽龙旁边的窗户玻璃先烧炸了，然后灌进来一股冷风，进而家里所有的易燃物成片的着火。而且我家还有那么多煤气罐呢，就到时候如果说给我家烧没了都是最轻的，我还甚至说有可能因为把邻居家也烧了，然后产生连带责任，直接就进去了。真的，所以朋友们在家如果用火用电的话，一定注意防护。如果有条件的话，家里常备一点这个防火器材也是非常有必要的。我最近特别想吃麻辣火锅，然后平时我还爱看炒火锅底料的视频，那大锅下料感觉特别爽，所以我买了400斤调料和800斤牛肥油。我打算用前2天买的那个1.4米大铁锅在家做一次试试，看看是不是也这么过瘾。但是炒料之前有很多的准备工作需要做，这里边处理干辣椒是最痛苦的，因为它实在太呛了。我当时咳嗽的痱子都要出来了，就感觉咳一下全身都在共振。真的，就处理辣椒的那天里啊，我们家楼道的声控灯我们给磕成常亮的了。所以后来熬牛油的时候，我们就拿到院里去熬去了。零下20多度的天，熬这玩意儿差点没给手指头冻掉了。但是这时候我发现了一个特别可怕的事儿，就这准备工作多到根本就干不完。就是每当我觉得下一秒可以炒料的时候，就会发现其实还有事儿是没准备好的。等我们准备好所有东西的时候，已经是第4天早晨了。就这么折腾完之后，我深刻的明白了一个道理啊，我发现有些钱呢，他就活该让别人挣去。
后来就到了我最愿意看的化牛油的环节了，但这玩意儿不快进根本就看不了，因为它真的巨慢，所以化油的时候没啥意思，我们就下楼打水仗去了。但是打得太激烈了，再加上这几天在外面冻的时间有点长，回家这顿打喷嚏啊，我估计肯定是嘚瑟感冒了。完了，我们赶紧喝了点999感冒灵，这喝完算是暖和多了，要不这大冷天真是扛不住啊。但是后来炸料油的时候，我发现水汽特别大，要是这么炒料就很容易糊底，所以我们又把这大锅给搬屋去了。我当时想的是，我宁可在屋里炒呛死，也不能让这锅料有一点糊的风险，因为我是不太接受沉没成本不参与重大决策这个事儿的。要是现在跟我说让我忘掉前3天遭的罪，重新做选择的话，那还不如直接让我死去呢。不过后来炒料的时候还是挺爽的，尤其是一样一样往里下东西的时候，看着可太解压了。但炒起来也非常累，这一锅炒了4个半小时，就一直在不停的搅，都给我干虚脱了。不过有机会能这么炒一次火锅底料，其实还挺有成就感的。虽然这活我们整整干了5天，然后做好了就都打包给身边朋友分了。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，我觉得我们自己做的这个底料比我在火锅店吃的还香。尤其是这大冷天能在家吃上一顿冒着热气的麻辣火锅，这也太舒服了。但是这么折腾完一次之后，这房子也算彻底腌出味儿了。我估计这味儿要想完全散尽啊，最少也得3年。我最近天天热的吃不进去饭，看啥都没什么食欲，所以我买了300斤辣椒和200斤牛肉，我打算做点下饭的烧焦牛肉酱来解决这个问题。然后为了能吃得爽，肉我买的都是带点雪花牛肋，但就是切丁这活强度有点大。我们切肉这一步居然干了10来个小时，这一天光磨刀就磨了30多回。不过后来烧辣椒的时候还挺满足的，因为这辣椒经过炭烤之后真的特别香。就这味儿已经香到了什么程度呢？就这么说吧，如果不考虑物种的话，我愿意和他结婚。但是后来雷辣椒的时候可太致命了，因为我原本买了一个超大雷体，寻思能干得快点，结果我俩取快递的时候走道卡了，跟那玩意儿摔稀碎，后来就只能用这种普通的蒜捣的雷辣椒。我的妈，这小玩意锤300斤辣椒，整整干了1宿啊，好像每一下都在那敲功德呢。而且因为雷的太卖力了，给石棒都磨没了。我当时犹豫了一下，这碗辣椒还能不能要了，但后来我转念一想，辣椒一汆，石灰拔干，那这俩玩意儿一起吃好像也没什么毛病。新问题就是家里这锅炒肉是既炒不下又特别粘，所以为了能加快效率，我火速去订了一个直径1.4米的大铁锅。这锅买回来都绝门了，刷它必须得进锅里刷，而且家里没有任何一样厨具能炒得开这锅里的东西。所以经过我缜密的思考之后，我去买了把铁锹回来炒肉。但是该说不说啊，这铁锅配铁锹炒完的肉是真香啊！最后把炒好的牛肉、捣好的辣椒，还有那些七七八八的调料都放到这大锅里，再拿热油这么一激，我的妈呀！就现在这个酱，要是拌点米饭或者蘸个馒头吃，都香到头了。最绝的是这里现在还有一股淡淡的烟熏香味，你说这你受得了吗？这个，但是唯一不足的是这个酱肉太多了，吃2口就容易吃饱了，而且它现在也不配叫烧焦牛肉酱了。要是严谨的按照配料表含量来取名的话，牛肉这俩字得放到前头了。